你敢相信吗？特斯拉10月23日居然大暴涨，从213.65美元涨到269.19美元，短短2天涨了26%。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可能会想，特斯拉大暴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进场。有，当然跟你有关系。如果你有认真看麦门的频道，我们前几支影片其实就已经给提示了。如果你有发现这26%的涨幅，是不是就跟你有切身的关系？但如果你没发现，还在跟大多散户一样追涨杀跌，那你永远比市场慢一步，永远会是股票市场上的炮灰，大户们的韭菜。我会用词这么严厉，就是因为此时此刻，肯定有许多散户看到特斯拉暴涨，情绪也跟着嗨起来，原因问都不问，想都不想，就无脑冲进场。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进场成本已经比我们高很多了？我们只有赚多赚少的问题，没有赔钱的问题。但是你追高就有可能赔钱，而且我还能肯定的告诉你，维持同样追高的坏习惯，你绝对很快踢到铁板。要从股票市场中毕业一次就够了。那么你到底该怎么办才能脱离这种韭菜思维呢？在想着发家致富之前，请你先跟着我们频道认真思考，拆解特斯拉的暴涨逻辑。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老早在半年前，我在维股利平台2024年5月30日写过一篇比特币教学文，教你利用比特币进入盘整期间布局的方法。现在事后回头看，比特币确实从6月到10月之间陷入盘整。当时很多人在比特币盘整期间鼓励粉丝们获利了结，但是我当初的教学强调，比特币还有5倍以上的空间盘整，反而是加码布局的机会。如今又创新高，没骗你吧？那么特斯拉究竟在涨什么？背后隐藏着哪些投资秘辛？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特斯拉10月23日迎来的这波暴涨，主要来自于几大要素的结合。首先是毛利率和净利的暴增，毛利率年增1.9个百分点，现如今高达19.8%，几乎占上20%，远高于市场原先预估的16.8%。净利则是年增17%，来到21.7亿美元。每股盈余经调整后，来到72美分，也远高于市场和分析师的预期。不知道每股盈余也就是 EPS 概念的粉丝，一定要看我们前几期的影片介绍，因为这是基本面分析的基础概念，就像练武一样，基本的重训没做就上擂台，会有什么凄惨的下场可想而知。那么特斯拉的毛利率19.8%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我来做个比喻吧。传统的世纪大车厂如福特、通用汽车等，毛利率通常落在10%到15%之间，和现在特斯拉的19.8%毛利率相比，毛利增加了50%以上，你应该有感觉了吧？而且特斯拉过去几季从来没有达到19.8%这个数字。你可能会说，有感觉了，但难道就因为这样？当然不只有这样，单看特斯拉的汽车业务毛利率年增率就上升了2.5个百分点，来到17.1%，远远胜过上一季度的14.6%。这在电动车领域几乎是个标杆。此外，特斯拉的碳信用额度收益飙升，达到7.39亿美元。这是因为其他车厂未达排放标准而争相购买特斯拉的碳额度，等于每卖一台车，居然还能获得环保红利，实在有够香的。第二点是，虽然2024年的总体经济环境比较严峻，特斯拉表示2024年依然会小幅成长啊。你知道，当大家在困苦的时候，你还能小幅成长，这就是一种突出的表现。市场很多时候看的是相对，而非绝对。就像一场考试，你考100分，感觉很厉害，但是如果班上同学几乎都考100分，就显得你平凡无奇。反过来说，如果你进步10分，听起来还好，但其他同学都退步40-50分，就会显得你非常厉害。第三点原因是，特斯拉原先规划于2025年上半年生产的平价车款，确定如期生产。马斯克也表示，如果搭配美国政府的奖励措施，每台车的价格可以压至3万美元以内。如果前2点代表这场考试表现很好，那么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不止这场考试表现很好，还已经预习好明年的大考了，已经准备好上考场了。所以平价车款的推出将掀起新一轮的市场动荡。紧接着第4点，除了刚刚提到的平价车款外， Cybertruck 和自驾计程车计划现在也都在轨道上，直接拿掉了方向盘、脚踏板、后视镜等人为驾驶用的装备。更扯的是，这次甚至直接发布了自动驾驶客车 Robovan， 这车可以坐20个人，其属性等于直接把地铁搬到了地面上。
特斯拉希望在2026年开始生产，预计每年会生产200万到400万台 Cyberguy。很多计程车司机、Uber 司机、客车司机都哀嚎，如果我再不学习新的谋生工具，在没几年真的会当要饭的了。不止产品帅到爆，更值得一提的是第5点，传奇皮卡 Cybertruck 终于首次获利了。你知道这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吗？ Cybertruck 首次获利就等同于特斯拉直接向市场宣告，特斯拉不仅仅是汽车，更是一场科技革新。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解读，那就是这次暴涨很可能不是昙花一现，它暗示着特斯拉将不断突破极限，持续改变整个产业的未来方向。所以对于投资人而言，不应该是对于懂得看门道的投资人而言，以上我提到的这些都是鲜明的暴涨信号。特斯拉不仅增长迅猛，而且是多元化迈进，从自动驾驶到能源储存，乃至未来的无人驾驶计程车，这些似乎都在预示特斯拉依旧是未来投资的主流标的。但是请注意，我刚刚指的是对懂得看门道的投资人而言，这也是为什么你应该持续跟着我们拆解、学习投资市场中的奥秘，否则无论市场行情如何变动，都与你无关啊。就像我平时会在文章教你如何按图施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商品跟位置，像10月8日到10月15日900点这个大波段，画图给大盘跟着走，获利600点的学员占大多数。我每个礼拜都会开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当场厘清。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累积实战经验，将会帮你培养出大波段的投资眼光。11月27日以前订阅文章，还有机会获得价值2953元的线上教学。我先帮你到这里了，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在资讯栏里点击微鼓励免费文章的连结。你以为看完以上的数字就结束了吗？才不止呢！在特斯拉的财报里，其实还隐藏着其他细节，正是这些细节让市场上的大户提前做好准备，为这波暴涨埋下伏笔。让我们揭开这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财富密码，这些都是散户容易忽略的重点。首先，从特斯拉的毛利率趋势中可以发现，即使在面临全球供应链压力的情况下，它的毛利率仍在稳步回升。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毛利率上升可能只是个数字，但对于深懂财务的行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信号，表示特斯拉可能在朝对的方向前进。再来 ，FSD 全自动驾驶的软体升级收入，并非一次性收入，而是订阅模式的现金流。如果当越来越多的车主订阅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服务，公司会拥有稳定且增长的现金流。就好比 Netflix 的订阅收入模式，会不断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所以未来也许可以留意的 FSD 数据是否有出现更快速的成长。注意，还有一个是非常多人会忽略的，特斯拉的能源储存系统的业务增长，在过去就曾经让投资人惊艳，尤其是其 Megabyte 和 Solar Roof 系列。这些产品并不是单纯的家庭能源解决方案，而是为商业和大型电网而设计的，尤其是用于那些急需减少碳排放的工业和城市。通过这一产品，特斯拉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不仅带来多元收入来源，也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现金流。换句话说，特斯拉正在试图打造一个能源供应链的亚马逊。听起来有没有很酷？光听就觉得这未来的蓝图很秋，不光是能赚钱，还顾及了保护地球生态。而此次财报的能源储存业务与其他服务的营收，也分别成长了52%和29%。大多人都只注意到特斯拉的电动车、Cybertruck、Robotsky 等业务，但能源储存这块更能显示特斯拉的多角化经营能力，以及未来的公司营收的稳定性。在特斯拉财报后段，还有揭示碳权的营收数字。如果你有细品这件事，你就会知道这一季的碳权营收是史上次高的7.39亿美元。如果你只看数字，只会解读出特斯拉还能靠碳权获利。但如果你跟着我们频道不断拆解投资逻辑，我们其实可以从这推估其他车厂在减碳化这条路上走的其实并不顺遂。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了解特斯拉到底在涨什么，以及其他隐藏在财报背后的秘密。但对投资人最重要的，永远都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特斯拉未来展望是什么，以及近期马斯克说了什么。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Cybertruck 首次获利，其实原本市场是认为 Cybertruck 要在2至3年后才有可能获利，但是 Cybertruck 贩售却还不到1年就已经翻正，
也成为全美销售第3好的电动车车款，所以 Cybertruck 的后续表现是相当令人期待。而马斯克也预估特斯拉2025年的汽车销售量会成长20%到30%。为什么马斯克会有这样的底气？难道他又在狂言狂语了吗？还记得前面有提过，特斯拉原先规划于2025年上半年生产的平价车款，确定如期生产，且每台车的价格可能压至3万美元以内。也别忘了 Cybertruck 和自驾计程车计划现在也都如期进行。所以你说这次马斯克说了20%到30%销售年成长，是又一次的大放厥词，还是其来有自呢？这就交给你们思考了。有些没有研究美股的粉丝可能开始担心了，如果我平常都只研究台股，没有关注美股，那现在研究来得及吗？这样临时抱佛脚好吗？投资本来就是一趟不断学习的旅程，但如果你真的对台湾股票市场比较有兴趣，你就必须了解特斯拉供应链的背后是一张由台湾企业编织的巨大网路，支撑着这个电动车巨头的每一步进展。这不仅仅是提供零件、拼凑组装，而是一场势不可挡的电动车革命，许多台湾企业就在其中。特斯拉的上游供应商供应电动车的内部核心元件，他们负责提供电池原材料和电子元件等基础却又重要的资源。举例来说，台达电和广达电脑是特斯拉的智慧中枢，提供控制车辆的电子系统，就像大脑一样。而康普和美骑马则专注于电池材料，让特斯拉的电池能拥有长效、稳定的电力，让车主不用担心续航力。在供应链中有这一层，台湾的企业就像特斯拉的加工厂，将这些零件化作特斯拉车。鸿海和裕隆公司是特斯拉的中游伙伴，他们生产并组装车体、马达等重要零部件，确保车子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好比是做一道精美料理，中游的供应商将所有原料变成一道道完美车款，无论是速度、操控还是外观，都能满足车主的需求。而下游供应链就像特斯拉的后勤补给，例如特斯拉遍布全球的充电站，许多都是由台湾的亚光和建核心公司打造的，为车主随时随地提供充电服务，让充电像加油一样简单，并确保每位车主的用车体验更加便利顺畅。你需要知道的是，特斯拉的供应链从上游的基础零件到中游的组装，再到下游的服务，环环相扣，也推动着全球电动车市场的发展。所以，如果你预期到特斯拉的潜力或是其他变化，你是不是就能观察一下这些供应链是否有被特斯拉带动，培养出比其他散户更细微的洞察力？举例来说，特斯拉周4在美国大涨22%后，台系供应链直到周5，也就是隔1天才开始动作，包括自驾系统 ADAS 的同志当天收涨停，而车用 LED 制造商联家则是盘中涨停。另一方面，锂电池大厂康普也逼近涨停。整个金融市场看似复杂，其实背后在推动的逻辑都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跟系统化操作模组，接着只要按图施工，股价就会跟着我们想的方向跑。各位要知道，这不叫做预测未来，这是筹码堆叠的固定模组。筹码堆叠有一定的规律存在，所以大部分的盘势都可以透过见往而知未来。答案都写在考古题里面了，送分题还是一堆人答错，出题老师也是很无奈的。你还没跟上这波大涨没有关系，因为还有加班车蓄势待开，你各位还来得及布局。先学会如何看懂盘面，了解全球经济之间到底有什么情爱的纠葛、命运的纠缠。在资讯栏里，你可以找到订阅教学的连结，不管是重要的国际指数，还是台指期货，只要你能持续学习教学内容，就能慢慢掌握技术跟逻辑，把它们变成固定 SOP， 不只出手有信心，不用整天盯盘，心惊胆战，头发都白了，也不用怕错过上下车的时机，各种指数的趋势动向都能按图施工。而且11月27日以前订阅文章，还有机会获得价值2953元的线上教学。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在资讯栏里点击微股利免费文章的连结。如果你有认真观看今天这集，相信你会从知道特斯拉暴涨后又如何，到了解如何拆解暴涨背后的秘密。我们之所以会制作这集影片，不是要告诉你特斯拉暴涨了，你怎么还没跟上，而是希望你开始能用不同的思维和视角看待每一次股价的变化。如果这样的方式对你有所启发，我们的频道会持续更新影片，非常建议你持续关注每集影片内容。我们会带你拆解任何与投资相关的重要大事，给你必备的知识，让你能远离被割韭菜的命运。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
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布丁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